欢迎来到由大旺的业余修车铺。嘿嘿，这个大家看到的是我上一次，应该是上一个视频，我们在一辆04年的奥德赛拆下来的一个汽车的后玻璃窗的那个通风的马达，就那个东西啊。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也听到一些，就是我在eBay上去买了一个马达，然后。所以现在我也不打算说再去花钱再去买一个，因为这玩意儿也挺贵的，哪怕买一个旧的也要40多50的样子，你买一个新的可能也就100多了。我想尝试着自己先修一下。其实修这个马达我没有什么经验，而且我觉得我的工具可能也不够。我有一个准备的螺丝刀，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觉得应该需要用它把那个马达撬开。就是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里面的电路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第一步的打算，我是想把这个马达给它拆开，然后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烧坏的呀，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搞一搞的。我猜可能我需要去买一个吸焊枪，如果我知道它的电路是什么样的话，所以好，我们现在拆它。这个感觉就相当于一个刺猬，然后拿着一个大南瓜，你知道吗？就是无从下手啊，这也没有一个那个什么螺丝钉啊什么的让你拧一拧，然后全都是这么扣在一起的。所以我现在能想到的解决方案，这个东西应该就是用一个平头的起子给它撬开的吧，我猜啊。反正它也是坏的，反正呀，没坏吧这个？然后反正它就是坏的，如果撬坏了它就坏了吧，哎呀，然后我们试一下。对，因为今天这个条件也是比较艰苦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多专业的摄影设备，什么灯光啊什么的，可能都看起来会比较恼火。就是我用的我的台灯来做的照明，所以这个光有点黄黄的。然后摄影架、三脚架也没有，所以我就用那个修车的那个架子，修车的架子给它支起来，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摄影的三脚架。大家包涵一下啊，因为的确是没有钱再去买这些摄影设备了，哎呀，搞穷了。我觉得今天这个成功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正好期末考试结束了嘛，可以玩一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拆东西的这个过程特别爽，就是一种让你瞬间压力释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会比较漫长。我先把摄像头关了吧，拆开以后我再给大家看，好吧？好，我们刚才可能花了有10分钟左右，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进展吧。就是我其实用的起子，我原以为2个就够，但后来发现用了更多，因为这有一圈我们要绕着这么它慢慢的给它撬开捋出来，而且要很小心的，要不然这10几年的塑料可能怕它会断掉。然后打开以后的话，这个马达的里边就长这样。它其实这个东西才是一个马达，其他的就是一些用来哎呦，刚才我把撬的时候把在它保护的那个有一层塑料纸撬坏了，不过问题不大。OK，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把这个小的马达给它拆下来，然后它就是通过这里，这个马达本来是一个转动的这样的东西，然后通过传动到齿轮这边，然后让它工作起来。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期望啊，就是我会猜我可能性的这个马达坏了，我觉得我修不好了，因为这里面是密封的，打不开。但是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个齿轮本身卡住了，因为我刚才在尝试就是转动外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完全卡死的。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应该是可以让它有一些转动的，但它现在的情况是一点都没转，所以我接下来我想尝试着我把这个马达就是齿轮这个部分给它拆开，看有没有些地方卡住了，然后我们再接着试一下。现在呢，我们就把整个马达或者整个马达的就是叫 assembly 吧，它的一个整个套件儿，除了这一个马达以外的所有的齿轮我刚才把这边这一份给它拆下来了，然后它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并没有发现整个齿轮有什么地方坏掉了，或者卡到一起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
所以可能真正的问题还是在这个马达上。所以，对我刚才我猜想，因为其他齿轮都没有看起来没有问题，我想这条马达是不是好的，所以我就拿出来。因为上次我把这个外壳拆了以后，我没有把它盖上，我只是把这个马达装回去，然后把玻璃给它固定住了。然后我现在试一下，现在按一下吧，先往下按，往下按。OK， 然后再往上按。OK， 好的。OK 了，可以了。对，这个马达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应该是传动的时候出了问题。大家看，我把手套戴上了，因为这个马达里边比我想的要有很多，所以戴上手套会好一点。刚才我们把这个马达，就单独这个马达拿到车上去试了一下，它其实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两个方向都是可以正常的转动的，所以这个马达我不担心。然后它的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些齿轮，这一堆齿轮这里。然后刚才这个我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它的旋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觉得它有点打滑，有时候。OK，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找到这个马达出的问题在哪里了。大家看这里，就是它是一个来承载马达的一个垫片儿，这个它是和这个地方这个传动的轴，它是和马达这里连到一起的，然后马达转会推动它去转，然后这个东西转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演示过的，这个齿轮应该是装在这里边儿，然后它的旋转会带动这个更大的齿轮去旋转，但其实大家会看到它的转动不是这么灵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这就是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塑料的东西，它在这里坏掉了，所以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本田不用金属来做这个，这样不是会好很多吗？这样塑料的明明这里是一个损耗件儿，整个马达其他东西都是好的，其他东西都好的，就唯一坏的就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因为它坏了，导致这个动力没办法从马达传到前面的齿轮组里边，所以整个车窗就没办法正常的开闭。所以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蠢的设计，然后把它换成金属的，不锈钢的不是很好吗？对吧？但是现在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有点难搞了，因为这个塑料件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给它合到一起，然后用胶水粘，那肯定不够牢固啊，粘完以后。等一下，我想想办法吧。嘿，我刚才就是到车上去，把我原本车上的那个马达拆下来了。刚才这个是我在eBay上买的马达，然后它拿来以后是没法工作的。因为刚才我想办法解决那个塑料片的问题嘛，但是我也没办法，怎么办？用 3D 打印机给它打一个，但我没有 3D 打印机啊。然后现在想办法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拆西墙补东墙。我有可能这个马达它的那个塑料片是好的，那我们就搞定了。但如果我真的很倒霉，两个马达的塑料件都是坏的，那今天这个就尴尬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先拆下来试一下吧。它这个马达外面有一个那个类似于橡胶一样的东西，可能是减震或还有防水吧，给它罩在外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对，把它从这个金属的支架上拿下来，这个支架没用不着了，放一边。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它的这个摇杆给它拆下来，然后正好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摇杆怎么拆吧。就是日本车或者其他的这种车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很神奇的扣件，就是你需要双手操作，然后找人帮忙，就是一个人干的话会很要命，所以就是它这里有一个扣，得用起子给它翘起来，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扣，所以得用起子给它翘起来，然后你得同时把两个扣翘起来，然后我现在有点想用嘴给它咬出来。
顶开，起，哥们儿帮个忙，给个面子，起来，嘿嘿，哦，细胞，哦，对，就是这种事情很烦的。1、2、3，起，往上提。我是真的想用嘴给它咬出来了。哦，我去，搞定了。对，就这个东西啊，哈哈，它这个有一个卡榫，然后需要把两边都拧开，然后才能给它拿出来，所以比较难搞。然后完了就简单了，把这个顶开，然后就是重复刚才的过程，因为哎，对，别搞混了，别搞混了。对，这是刚才那个马达的一堆零件，这一堆是我们现在这个马达的，其实它都长一样的。对，重复刚才的过程，我们需要把这个盖板给它撬开，然后对小起子开路。刚才我去把那个马达给它撬开了，就是过程一样的，小起子开头，后面的大起子跟上，然后总能把它撬开，只是会费一点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马达拿到车上去做了同样的测试，发现这个马达是好的。所以对，果然，它的问题，这两个马达的问题都出在同一个地方。我看一下，这有一块儿，还有一块儿是，对，它这两块儿分别属于两个马达，然后都是这里裂开了，然后因为这里的裂痕，它没办法把两个齿轮扣在一起，所以齿轮会打滑。然后哪怕你的马达真的是在转的，但是它的这个摇杆儿最终是没法转动起来，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应该是很蠢的一个设计缺陷吧，就是本田把它换成金属的，你这个马达不就很耐用了吗？对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解决方案很简单啊，因为它这个是两个就这么扣在一起的。你想了，就是两个东西扣在一起，然后一个扣件儿，上面一块，下面一块，这两个马达都是它的上面那块坏了，但是下面那块是好的，所以我把它两个下面那一块拆出来就可以用了，然后我们就组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扣的放进去，然后把这个小齿轮放进去，它这个有两个圆球一样的东西，就是让它可以在里边转动，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扣件给它扣上去，对，它基本上的逻辑就是这样。然后我正好刚才已经演示过了，然后我们转这个的时候，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轴会转，但你会发现它转的非常慢，因为马达本身转的很快，这样子它传动起来其实整个的效果还是可以的。然后正好我们顺便讲一下整个马达它的工作逻辑。然后这个小的套件给它放在这里边去，就是塞到这里边。然后完了以后有这个杆儿，这个东西它得插在这里边。而且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它这个应该是有讲究的，就是到底这个杆儿应该对到什么地方，我没有它的图纸，所以我只有拆。然后当我们转动下面这个，当马达去推动这边这个小齿轮去转动的时候，它可以推动上面的这个齿轮转动，然后再去推动它。这个东西是连着杆儿的，它这样子就可以，然后这个杆儿是连着玻璃的，所以最终我们可以让玻璃去进行移动，所以它整个逻辑是这个样子。但看这里有个这个东西，这是它的一个扣板儿，这个扣板上有两个橡胶做成的东西。这个其实我没有看它的设计图，我只是根据它的工作原理来讲，它这个东西应该是像一个就是刹车阻止它去过度运转的一个东西，就是当它转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到头了，这时候就意味着你的玻璃差不多推到这就可以了，然后它就停下来，然后这里马达会收到一个信号，然后哪怕你的开关一直按着它，它也不会让马达去继续工作。所以我猜它的工作逻辑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讲究，到底我们应该把齿轮放在什么地方，然后让它去怎么样工作，我也不确定。所以我猜这个地方就是它起始点，就是把它正好装到这里，然后待会儿我们拿出去做个实验就知道了，就是装到车上去我们试一下，看它到底会不会正常工作。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应该给我们设计一个 mark， 然后直接对上去，这样就好了呀。那我看看这个扣上去是不是对的啊？
它的这个逻辑。啊，不好意思，刚才没给大家看到。想一下它的逻辑，这个马达，在我把它拆下来的时候，它应该属于车窗关闭的状态，所以它应该是这个金属的这一片应该是和这个塑料的这一片应该是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1/2的概率给它做对，它要么抵这边，要么抵这边，对吧？所以赌一把，看我能不能赌对啊？感觉还是有点歪，有点歪就推了。就是歪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歪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法对齐，所以我们还是提起来。来，它这里如果有个 mark， 真的会好弄很多。没有的话就全靠猜，而且待会儿可能搞错，所以，不知道这个设计是怎么想的啊。啊，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就给它扣回去。哦，不好意思，忘了装马达，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吧。对，哎，享受这个过程，就自己搞事情。对，这一块应该是整个要拿起来的，对。然后我们现在把刚才的过程重复一下，所以就是让马达跟它连到一起，然后这个齿轮放在这儿，对，齿轮放在这儿，这个东西装进去，这样子就不会像刚才那样老半天塞不进去了，进去，让它的这个2个小珠子 ，OK， 卡到它那个本来的卡槽里边去，然后再把这个盖板给它盖上去，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对，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刚才的我们很纠结的那个动作，到底这个东西应该装在哪个位置上去，我也不太清楚啊，没有它有一个图纸告诉我到底应该装在哪儿。对，然后是把这个盖板给它扣上，如果待会儿装错了，我们得再来一次，对吧？这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现在我们又把盖板给它扣得特别紧啊，就是因为我还要试。我刚才有尝试把这个板给它沾胶水，然后粘上去，但是发现它这个有一些润滑油啊什么乱七八糟在上边，要粘上去其实挺麻烦的。就是现在就算粘上了，以后可能也会脱。然后我就只有先凑合的这么给它放回去。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解决方案啊，我尝试着弄一下，就是因为它这个本来是一个有扣件的，这么装上去，然后应该是这一坨。我也很迷，每次我都要想一下到底怎么来的。反了，哎，这次应该对了，就这样的。然后我打算在里面给它垫个东西，就是垫一点纸吧。对，我在这里给它垫了一些纸巾，然后这个样子给它塞进去，就是让它那个尽可能的贴得紧一点。然后它这个是用螺丝来固定的，然后我们再给它固定住就行了。Hello， 大家好，现在是第2天早晨。我昨天晚上对吧，本来说，我就说，哎呀，太冷了，我不想出去，但是没忍住啊，然后我就出去给它做了一些测试，然后把马达通过不同的位置，然后调整了一下，最后发现很神奇，你知道吗？就是每次调整了以后，马达只能动1次，它只能带动那个连杆转动1次，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动了。然后我搞到了晚上可能12点左右，对，然后没成功啊，失败了，对，所以我决定不搞它了，然后我还是去买个马达吧。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惊喜的事情，就是
忘了关灯，就是我把那个车的灯这么一直开着没有关，然后因为是冬天又特别冷，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想着再去开车的时候，发现我的电池已经全部耗干了，所以对吧？这次我们也不是说毫无收获的，我们有一个 surprise， 对，大家点下面的链接，然后有一个视频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给你的车子做 jump start， 对吧？所以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那谢谢大家。